有人吗？有人吗？救命！救命！有人吗？有人吗？不要关门！不要关门！不要关门！放了我！来人啊！救命！救命！案发现场为一座无人居住的孤岛，请特警123号快艇沿岛环形的舱口登陆，456号快艇封锁周围海面。刑警队带刑侦人员到达，开始现场勘查。是个老乡报的案，来的时候就这样。还是脱水致死。这不是第一现场，脱水致死之后被抛尸到这儿。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师傅，这个岛平时没有人来。请领导放心，我陈怀远3个月破不了案，我自己滚蛋。
部里的电话。跟领导保证了，3个月之内破不了案，我陈慧远自己滚蛋。师傅，3个月太悬了。光天化日，行凶杀人，你打算让他干到你退休啊？是，保证完成任务。师傅，嫌疑人的画像匹配上了。这是我们的人像专家根据目击者的描述产生的嫌疑人的模拟画像。画像出来以后，鉴定中心在犯罪嫌疑人资料库里进行匹配，都没有匹配上。3天前，比心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结果这个人的容貌和我们手中的画像非常的相似。警察？对，他是一名人民警察。准确的说，是一名法医，闵川，35岁，彭海市法医鉴定中心主任。据说没有他经手破不了的案子。杀人一生，真的是个法医，还是我们自己人，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上头专门调派了心理咨询师，借口做内部心理评估，询问了彭海刑警队明川和他的同事案发当天的情况。结果呢？刑警队副队长丁春秋、明川的助手黄小荣，还有其他几位同事，都提供了明川不在场证据。那是我们猜错了？不一定，发现目击者这起案子是1年前的事了，事情过去了这么久，他们还记得所有的细节，并且是那么多人都记得，这可能吗？师傅，这不是小事儿。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们不能怀疑自己人。哎，别拍，往后站，往后站。哎，咱们该散吧，没什么可看的啊，小心别摔了。不好意思，让一下。哎，该回去吧。不好意思，让一下。好吧，没什么可看。哎，刑警队的。哎，刑警队，我们队，你见过吗？没有。他怎么了？没救了，没救了。就这点胆还想当刑警，彻底没救了。你谁呀？啊，罗比心，新调来的。我听说有人溺水了，就直接赶过来了。您就是罗队啊？不过，你不太像。我不上相。哼，你想说我长得不像刑警吧？您是丁春秋，丁队吧？你认识我？您长得像刑警。他到底怎么了？被尸体弄晕了。江小白，新人，第一次见河漂。那也不至于这样吧？算这孩子倒霉，想帮法医的忙，结果让尸体绊了一下，摔背过气儿去了。哎，法医呢？我过去认识一下。他们跟尸体回去了，啊，一会儿回中心进行解剖。啊，口误，他们跟尸体的车一起回去了，你明白就行。啊。钟局说给我安排了一个助理，能不能麻烦他送我去一趟法医中心？恐怕不行。不行。你的助手就是他呀。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好，这是今天最后一件拍品，也是唯一一件个人藏家的拍品。
本次私人拍卖只有这件藏品，无法评估年代，希望各位藏家自行斟酌，这件藏品到底是什么？接下来，让我的助手揭开这件藏品的神秘面纱。瑞鎏金观音像，不是。面目远深，眉弯而长，体态丰盈。南北朝的佛像都偏瘦，那也是晚唐的，怎么不能拍呀？切！那观音像上的，我去打个电话。勾纹皮肚，什么情况啊？老怪，立刻带人来百花路808号私人会所。我发现有人涉嫌盗墓和盗卖文物，在文物身上我发现活体的各纹皮都有，这玩意儿80%是从墓里带出来的。哎，别忘了带枪。保险起见，通知特警。耳机测试，1、2、3，收到，收到，收到，知道。大家各就各位，准备行动。2100万第一次，有没有超过2100万的？2100万第二次，2100万。不好意思，警察别动，靠前站。警察。这个人的容貌和我们手中的画像非常的相似。丁队，你笑什么？笑他呀？他怎么在那儿？那谁知道？你们关系这么好，他有什么业余活动，你会不知道？这家伙啊，业余活动非常丰富，在哪儿出现啊都不奇怪，是吧？我就知道，这事儿啊，得坏在你小子手上。哟，都听见了，明川，你也有今天呀！那大背摔摔的呀，我都替你疼。我告诉你，我今天唯一失算的，就是出警的不是你。局里不让你当队长这个决定，真是太英明。明川老师，实在抱歉，我刚才以为你要采取行动，对不起啊。你以为这刑警队办事儿什么时候凭感觉了呀？在紧急情况下，我有权利采取我认为有必要的防范措施，我也不算违规吧？那个明川啊，今天也多亏了罗队啊，一个都没跑。要是真像你说的是盗墓，搞不好又是一3等功。
我就是检举了几个犯罪嫌疑人，你跟你们家中局说啊，千万别搁网上报。哎呦，哎，我能说你别再装了吗？啊？哎，师傅，这罗队不迟到，你们也不说一声，这条路到不了局里啊？咱不去局里，有一个案子，您徒弟处理不了，麻烦您处理一趟。什么案子？哦，小荣说是个意外死亡，按惯例要尸检才能火化，但家属不同意。出去，出去！调查什么调查？出去！可以了，差不多就行了。该查的你们查了，该翻的也让你们翻了，别得寸进尺啊！还要尸检，医院的死亡证明也给你们看了吧？这是医院开的，能有假的吗？张先生，您的妻子是意外死亡，根据规定必须得我们法医检测完以后才能进行火化。警察同志，你可不能冤枉好人呐！服务员确实是摔死的。来，你送医院的时候，这些邻居都听见、都看见了呀。阿姨，我没说服务员不是摔死的，但是他到底是失足还是被别人推下去？被人推什么意思啊你？啊，你的意思是我把他推下去的？你是警察，说话要讲证据，要不然我可以告你。你告我也得等我检查完才行。检查什么检查？谁都不能动他。你放心，没人动你媳妇儿。你放心，我们不动他。你谁啊？这是我们市最好的法医明川老师。谁来了都不行，就是不能动他。可以，可以，你不动他，就能尸检。能动最好，不动也行。没事啊。好，你要不动他，我同意让你们尸检。师傅，你是缓兵之计吧？什么意思？哎，你是不是打算趁他们不注意，把尸体带回中心去做尸检？抢尸是要挨打的，你懂不懂啊？按道理我们有权利做尸检啊。都按道理来，世界和平早实现了。那不让碰尸体还怎么做尸检？那就多看看呗。师傅，你来之前我都看半天了。再说，这尸体早就被婆家人给清理过了，包括这衣服上和楼梯上的血迹，啥查的痕迹都没有。医院的抢救记录我也看了，确实是颅外伤导致的死亡。那就是意外了。不行。你有证据？直觉。我总觉得这张家人奇奇怪怪的，这么着急的清洗和火化，这都不等娘家人到就给……有点毁尸灭迹的意思呗。师傅，你过来。就死在这儿了，就这么点楼梯就能把人给摔死，这是不是也太寸了？这要是谋杀，就应该从18层往下推。反正这事儿不那么简单。那你说该怎么办？您是师傅，您肯定有办法。走，去听听服务员怎么说。明川老师看什么呢？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偶尔发生那叫奇迹，我师傅这就叫做家常便饭。黄小荣，法医中心天才法医，年轻法医中的天才法医，明川的徒弟。罗维西，罗队刚刚调过来的。
能让我看看冯源的房间吗？尸检还需要看房间吗？可以吗？看完了。你们结婚多久了5年。没有小孩儿？没有。怎么了？我就想要我孩子，谁让你怀不了孕？你是独子。你问的这些问题对你的尸检有帮助吗？冯源平时挺注意养生吧？是啊，他买了很多外国药，每天吃一大把，还真不便宜呢。我就不明白了，身体养得好好的就是不生。妈，是这个吗？啊，对。外国药的瓶子都差不多。冯源一共在吃21种维生素，我都打开看了，其中20种瓶中的药都没问题，除了这种。这外面英文写的是复合维生素，而瓶子里装的是吗啡龙，也就是一种长期口服避孕药。我就知道。你说的这些跟圆圆的死有什么关系吗？冯源的头发是黄色的，我在你们主卧卫生间的下水道里发现了这个黑色长发。圆圆之前刚染过头发，再说黑色的头发有什么稀奇的？明法医，你是想说，你发现了别的女人的头发，又发现圆圆在偷偷的吃避孕药，而我作为家中的独子，一直想要个孩子，而圆圆不想，所以我必须找别的女人来给我生孩子，然后我就杀了她，是吗？我觉得你很有当警察的天赋。要不，我们听听冯源怎么说吧。大夫，我真的很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办法能补救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你什么意思啊？你去医院的病历我看过了，医生说你怀不了孕，就是因为堕胎堕太多了。张国军，你说什么胡话呢？我这辈子只堕过1次，而且还是喝你，你不清楚吗？是吗？你喝多了，等你清醒的时候，会好好说话的时候，你再跟我讲。明法医，我觉得你也有当编剧的天赋，你的故事编得够离奇的。我偷偷的给圆圆吃避孕药，为了不让她怀孕。如果真的按你所说，她并没有怀孕，我为什么要害她？因为冯源怀孕了。你说什么？我说冯源现在应该已经怀孕。为什么要换我药？
绝对不可能。这里边确实是避孕药，这里边是维生素，已经少了一半了。这名冯源早就发现里边的药不对，他一直在偷偷的吃真正的维生素。那你怎么确定？怎么确定圆圆就真的怀孕了呢？这个是一种保胎药，专门用于安胎的。如果没怀孕，冯源不会吃这个。好，就算我给圆圆换了药，就算她真的怀孕了，那又能证明什么呢？这能证明你俩的关系其实并不好，甚至会发生激烈的争吵。当情绪失控的时候，推搡也就发生了。不滚！让你现在就走，听明白了吗？明明是你有怀孕，凭什么让我滚？怀孕怎么了？啊！谁让你之前堕了那么多回胎？我就想要个孩子，谁让你怀不了孕？滚！我能生，我能生。怀孕？你骗谁呢？我会生的。滚！现在就滚！张过去！我知道你和外面那女人有孩子了，你想跟我离婚是吗？我告诉你，你别做梦了。我问过律师了，孩子未满1岁，至少2年，你都别想跟我离婚。那个女人就算生出孩子，那也是野种，有我在一天，她就别想进张家的大门。怀孕了，这烂货谁知道这孩子谁呀？你笨蛋！都是猜的。你说的这些，构不成定罪的证据。没错，我没有证据。这些猜测都是为了帮我找到一个答案。什么答案？冯源的耳后有轻微的皮肤金属化。当金属电极与皮肤发生接触的时候，电极金属会气化，金属微粒会沉着于皮肤表面及其深部。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作为皮肤金属化。你血口喷人！您可能不知道，这被电击致死的人外表看不出来，但体内会有相应的变化。如果你们觉得有必要，我们可以进行解剖。解剖，我同意解剖。你一定是在胡说八道。妈。我一定要给你生个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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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给
还有事儿？圆圆真的怀孕了吗？你在乎吗？人渣。说谁呢？他。这个人下定义要像尸检这么容易就好了。容易，连解剖都不用把案子给办了。所有法医都像你这样，我就失业了，大哥。凑巧而已。明川老师，我有个问题挺好奇的。你说张国军到底是因为冯源能生孩子而杀他，还是因为不能生杀他？这个案子现在交给你们刑警队了，你可以亲自去问问他。夫人觉得人有信仰还是件好事儿。很多宗教都反对堕胎，如果冯源没堕过胎，这件事儿兴许也不会发生。哎，等我啊，等我。哎呦，下车回家吃饭。哎。罗队，新来的刑警队长是吧？看你也不像肝火上炎、脾虚肝肾的样子呀，怎么这么容易急躁易怒？你这如果不是身体的原因的话，那就是你对周围的人和事啊很不满意。建议你呢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变得心胸开阔一点。这样才能干好工作。哦，对了，咱公安局对面啊有一个中医诊所，叫平心堂，你去找胡大夫，坚持喝1个月中药，说不定就能康复。谢谢你啊，我没病。你是不是夜里经常睡不着吧？一有动静呢，就容易醒，醒了以后呢，就再也睡不着了，还经常做噩梦。夜里是不是还经常出汗呢？喝多少水都觉得自己口渴。有病得早治。欢迎你加入彭海。怀疑自己人是很危险的，只要你走错一步，你的同事、你的战友就再也不会相信你了。命案必破，师傅，这是您交给我的。我马上就要退休了，这辈子我破了很多重案大案，唯独干尸这个案子让我栽了大跟头。我不想临了留下这么大的遗憾，你一直是我的骄傲。但是这条路很危险，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不后悔。这是我们的人像专家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所整理出来的干尸案嫌疑人的模拟画像。画像出来以后，鉴定中心在犯罪嫌疑人资料库里进行匹配，都没有匹配上。比心做出一个大胆的假设，结果这个人的容貌和我们手中的画像非常的相似。警察，林川，35岁，彭海市法医鉴定中心主任，据说没有他经手破不了的案子。我想让世界知道，你曾经活过。
姐，在那个时候，只有电击才能把人给救活呀。你是在救人，不是在杀人。相信法官也会谅解你的。我在救你。救你，国军。让你给咱们孩子起个名字，都好几天了，你想好了吗？你是个男人，怎么那么容易就被一个女人给迷惑住了？其实我都想好了，要是生个男孩，就叫张德帅；要是生个女孩，就叫张德美。最心疼你的人是谁？是我，你是我生的，一个人带着你，从一无所有拼到今天。我今天逛街的时候，看见咱们俩第一次见面，你穿的那套西装了。你还记得你4岁那年你发高烧吗？我背着你去医院，连把不破的雨伞都没有。谁管咱们娘俩？你要是不孝顺，你还是个人吗？你最近怎么了？怎么老是心不在焉的？你是不是太忙了，累着了？你要认罪了，你想想。等妈妈老了，孤苦伶仃的，我这样黏着你，是不是特别不懂事儿？谁来照顾妈妈？别说，别说，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做得漂亮，叫我满意，你还让我替你伤多少心呢啊！我已经开始慢慢学习，有些事我也不敢跟你说，知道你在。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吧。你非在家里，你好好走的去洗个朋友也都那么闲，不是把自己锁在房里偷偷摸摸不知道干什么？我就想跟妈来不了了，画的花里胡哨的往外头跑，不然这社会上用得了？欺负吗？别说，别说，别说。国军，前几天我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我说，我怀孕了。怀孕了？我没有孩子。我不是让你做掉的吗？对啊，是我让你把孩子做掉的，是我给你换的药，也是我在外面乱搞女人，都是我。国军。我什么都不怕，就算为了你去死，我也愿意。你刚摔下去的时候，我是想救你的。我看见你上楼，我心里还抱有一丝的希望。可是后来我救你的时候，突然，我们以前吵架的画面，全都在我的脑子里不停地转，全都是，然后所有的愤怒
一下子全都涌上来了。我求你，求到一半，我就抱歉。你放弃的母亲是我，还有你自己。医生，这个孩子我先不要了。我老公说，以后有了大房子，想生几个就生几个。他说，他会带着我们去全世界的旅游。医生，这个手术您好好的安排一下，多花点钱不要紧的。我以后还想生很多的孩子，我喜欢小孩。